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还在山西的大山里面。从那个唐代的石头城出来之后，碰到当地的村民，他告诉我离古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天然洞穴，规模比较大，也比较有意思啊。以前呢是有人在里面修行，特别是留下了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符号。我对于这些是比较感兴趣的，所以就来看一看。去的地方是叫做紫云洞。从这边开始进山，它是在山西襄宁和襄汾的交界处，也是在大山里面。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也是属于吕梁山脉呀。从这一块上去，已经看到一个文保碑了，估计得攀爬一段时间。现在相对的好一点了，因为是到春天了，山上很多都开始恢复生机了。你如果是来冬天来这些地方看的话，北方基本都是枯草干的，没有一点绿色。这边是叫做紫云洞，襄宁县的文保单位，2021年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是发现了没多少年，因为这一块太偏僻了，一般人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。你包括现在导航直接搜索这个紫云洞也是搜不到的。这个紫云洞也算是一个道观，以前呢是有道长道士在里面修行的，而只能搜索靠马路边上的一个地址，叫做三官庙。大家感兴趣的话是搜这个地址就可以了，直接导航过来，下车就进山就行。现在我们开始上去了，又开始走这些山里的小道，在旁边那个墙壁上面还看到几口窑洞，就证明以前应该是有人居住的。说真的，我还是挺喜欢乡村生活，经常走在大山里面或者乡村田野，这个烦恼都会去掉，特别是现在有风啊，都会把这个烦恼吹了。你像以前在城市里面上班，它是有很多疲惫和烦恼的，而你走在这样的小路上面，看着周围的群山，脚下呢是这种小石头和铺满了落叶的小路，踩上去暖暖的，那种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感，确实是非常舒服啊。这里呢没有高楼大厦，只有青山、野树、野草、绿树，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啊？你包括现在我自驾游这几年，我一般也是不进城的。如果是要找露营地、找停的地方，尽量呢是找那个近郊区。这条小路肯定是经常有人走的。在这个路上，我们还能看到用石头堆积起来的护墙，这可能是当时建造紫云洞的那些先人们弄的，因为刚好这里有一个坡度。这些道路都是经过修缮的，原本这种山上是没有路的，正是因为有了那个山洞，有了建筑，或者说的更远一点，有了寺庙和道观，才有了进进出出的道路。这明显看得出来都是以前经过他们修缮的。其实我发现一点呢，像很多道观的选址啊，它远远比那个寺庙选得更隐蔽。这可能是由于道教讲究修身养性、大道自然吧。哦，快到了，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吧，不是很远了，从停车的地方走过来大概10几分钟。你看，这还有那个经过开凿的石头，包括边上全是用石头修整过的。就是说，这下面本身是一个小的那个峡谷，这里修了一下，
就不会倒塌嘛。说真的，以前的人们智慧呀，还有动手能力，真的是非常强。到了，就在这一块，还看到有墙壁呢，等于是墙壁把这个山洞围起来了，而且看情况，里面呢是好几层，规模还挺大的。我们可以称这个为洞墙，高的地方也有5米左右啊。估计这里面很多建筑啊，也都是石头的。想要把这个墙壁全部堆满，也挺不容易的。那上面还看到一些砖块，估计也是从外面运进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大的洞穴，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的？我猜想应该是排水的吧。这里面好黑呀，应该是排水的。在这一块看到一个巨大的石头，上面有一个洞，这应该是当时放了一块碑在这里，或者是说树立的是这个洞穴的名字，可惜后面损毁了。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这个建筑。废弃了、破损了，都还有这么壮观，我估计啊，当时可非同一般呐。另外，我们在墙壁上面还看到一些洞穴，那等于啊，这个上面以前是一定搭建了房屋的，就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，等于有一个阁楼式的建筑一样。这个在很多洞穴或者是崖壁上面见到的房屋都是这样的。就比方说，你看像悬空寺，它是搭建在悬崖上的。那这里以前同样都是有建筑的，真的佩服他们了。再过来一点是山门，从台阶上去的。这个山门呢也是石头砌的，看起来呀是破破烂烂，部分墙体也倒塌了，上面呢也全是岁月的痕迹，只剩下一个残缺的轮廓。但是通过这个轮廓，通过这个残缺的，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呀，这个山门当年的规模和气势，特别是有年代感。不光是这个山门，整体看这一块的话，都是很有气势的。山门过来之后，就算是一个大的平台，这也算是一个崖壁洞穴，因为可以看到上面是把下面覆盖住了。还能看到残存的那个墙壁，那就证明以前这一块是有一个房屋的，然后墙壁有一些大的那个孔，应该就是搭的那个房子，覆盖了下面这个建筑。这里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啊，就是在这个墙壁上面有明显的渗水痕迹啊，墙壁颜色都不一样，这个就是长年累月一直都在渗水，这个水还不是很大，就是慢慢渗的，一直渗到下面了。再往前走，算是第2道门户，也是用石头打造的，包括这个墙壁，以前都是连接的，可惜啊倒了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好玩的，过了这个门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呢是有台阶的，那就证明啊，刚才看到那个地方，它应该是有2层的，这一块呢走上去直接到2楼，可惜啊这一块全部倒了。我们通过这边看一下，在这里就能看到这个高度了，刚才说5米，可能不止啊，有7、8米左右。那边是倒了。这个地方叫做紫云洞，它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？据说啊，清晨你站在这个地方，洞口啊，就这个旁边这一块会有水汽往上冒，加上阳光一直射啊，就会形成紫色的云雾，
落在这个洞口，这就跟仙境似的。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紫云洞。那前方这一块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看的紫云洞。这里呢可以大概分为3层，1、2、3，那边还有个洞穴，不知道是不是用来居住的。等一下我们可以爬上去看一下。那大家先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洞穴的样貌。最下面呢就是主洞，整个这一块呢大概宽是20米，高差不多6米。这些洞穴啊肯定是全部天然自然形成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洞上面的崖壁啊，是布满了不规则的纹路，有的像流水，有的像云朵，有的像小山，每一处纹路啊都不一样。并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大概是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的。我们经常说卡斯特地貌，会有很多这样的特点。在这一块还看到几块碑，那这些呢，大多数应该都是重修碑记。这一块就是洞穴的大门，看起来没有多高，那实际以前肯定是不止的。你看这边还有那个窗户，特别是看这一块，这是砖弄的。那么以前这一块整个应该都是砖弄的，只是说后面损毁了。大家猜一猜，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明朝的，因为这里有块碑，重修紫云洞圣像记。大明嘉靖的时候，就差不多400年。那整个这个墙壁呢，有400来年，历史也是非常久啊。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洞穴这个道观啊，远远不止那个400年。在这里呢，以前还有一个木门，你看门栓的地方。进来之后就是豁然开朗，在两边呢还有那个房间。这个墙壁上面太多人写了到此一游了。看这个墙壁应该是上个世纪搞的吧，因为有白灰，这一块都熏黑了，就证明啊以前香火还是挺旺盛的。那今天我们主要看的呢，或者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前方这里。看这个顶部，是不是有很多神秘的符号啊？一般人都是看不懂。在这上面呢，还有一些八卦的图案。那这个呢，是叫做28星宿图，这是全国都比较少见的天象壁画，因为28星宿肯定是跟天象有关了。就整个这个洞的顶部啊，都布满了用朱砂画的星点和线条，就每一个圆的就是星点。这些星点和这个线条呢，就构成了完整的28星宿和八卦图。这个线条啊特别清晰，颜色呢历经了多少年不清楚啊，因为明朝的时候进行过重修，那实际这个可能比明朝还更早，都不会褪色。这些呢还是那种鲜红的，一眼望去啊特别壮观。而且你看到这个线条经过的有一些点呢更大，有一些小的。关于这个28星宿，可能很多人不是太了解，我也不是太懂啊，只是提前查了一下资料。大概就是说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为了观测太阳、月亮五行的运行方式，划分了28个星区，其中呢是按照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4象来那个排列，其中每一个那个星象呢是对应的7个星区，加起来呢就是28星宿，是这么由来的。紫云路的这幅星图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布局画的。每一个星宿的位置啊，都看得比较清楚。这个大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星象。那这一块呢，感觉啊，就是把整个宇宙星辰都搬到那个洞顶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顶部啊，也可以称之为洞中的小宇宙。这些都是用
朱砂画的。朱砂在古代啊，不光是一种颜料，还有被认为是有辟邪、安神的作用。这个星图呢，在山西比较少见，在全国也是比较少见，特别是完整的保存这么好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尽管刚才我们说这里呢，它是按照东青龙、西白虎那些去组合去排列，但实际来讲的话，对这些不太懂，还真的是看不出来。我们只是觉得它是一些符号，特别是有一些地方感觉有点像蝌蚪啊。那这个是对懂的人，这个就是非常宝贵的，而我们不懂的话，只能是参考或者是看资料了解到这个是星图。反正我看了一下哈，就是隔得不远有一个大的这种点呐，可能就是比较关键的地方。有一点就是这个星象图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谁画上去的。反正按照这个石碑的话，这里起码是在嘉靖的时候就有了，已经有400多年，最少400多年，可能还不止啊。我现在是站在这个星图的下面，感觉啊是有点奇妙，仿佛呢能够感受到古人对宇宙的探索和敬畏。我们站在这里，闭上眼睛，仿佛呢也能够共鸣到以前那些隐士、道士在这里修行悟道的场景。这种跨越100年的共鸣啊，真的是很难得。现在里面呢有点杂了，有很多砖块。那实际来讲的话，以前呢这边应该是整修过，这一块呢应该是有一些道教的神仙塑像摆放在这里。那边还有个洞穴，我们就不去了。那这些应该都是明清时期的砖，很有可能还更早。在洞口这一块还有2个小房间，刚才我们看到的。就不知道这些小房间当时是干嘛的。它刚好呢又是封闭了，所以有点搞不懂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块碑，大概写的就是崇朝嘉靖年间，当时募捐了500两银子，召集了30个工匠，大概是慢慢的修了8个月，才把这里重修弄好的。在旁边还有一块碑比较重要，因为这里上面写了，它上面是大明平阳县府襄云县官名的题记，明确写了紫云洞在明道的宗教地位和当地的历史。这块碑也证明这个洞穴紫云洞是当时官府和乡民一起弄的，一起重修的。这2块碑记载的这个地方是在明朝嘉靖、万历时期经过重修整修。那在几十年前这里呢进行考古的时候，发现里面呢还有一些文物，比方说宋代的陶瓷的残片，还发现金代的铜钱，那就证明啊这里呢远远不止明朝有人修行有人居住，在金代就有了。总体算起来，那么这一块起码呢是有800年的历史。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洞穴，应该是比较重要的，我们看看能不能上去。那这一块也有2个，我们先上去看看。这都是以前修的，几百年的历史。哎呦，当时这一块应该香火还挺盛的。据说啊，这里在明朝是道观，后来到清朝好像还有那些和尚来这里修行，不知道真假呀。反正在山西很多地方呢是佛道儒一起的，特别是比较多的三教堂。这几个完全有点不一样哎，这有好几个洞穴啊。先看旁边的，这几个都是窑洞。难道这些是他们那些道长道士修行的地方吗？这个相对来说简单，就是外面用石头堆了一个墙挡住，可能挡风挡雨吧。
这可能是当时放了一些塑像在这里。在这一块的上面还有一个洞穴，看起来有点像是人工开凿的，这应该是当时用来修行的地方，就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那些石窟是一样的，明显的看得出来是人工开凿的。可能那些道长或道士会在这个里面打坐啊。这一块就完全有点不一样了，是2口比较完整的窑洞。我觉得这个窑洞应该也是放一些塑像的、神仙的或者是佛像，而旁边这一个感觉啊，应该是住人的。这里面破坏的挺严重的，石头砖都是混合在一起了，已经看不出来什么痕迹了。旁边还有一个小门过去，那么我猜想啊，这几个窑洞很有可能是当时在这边修行的师傅居住的。可惜啊，都没有太多的痕迹了。这几个窑洞建设的还挺精美的，估计当时也是花费了大功夫啊。因为这个石头肯定是从下面哪里搬过来的。在这个上面还有一层，看看能不能过去。算了，那边是没有道路的，我不敢走。特别是这里啊，完全没有信号，又是我一个人，我就不爬上去了。可以通过航拍给大家看一看，主要是这里一点信号都没有啊。内部的空间应该还是挺大的。我在查资料之后了解到，有这样一种说法，说这个紫云洞在唐朝就有人在里面修行，是一个道观。特别是唐朝初年的那个将军尉迟敬德，也就是门神之一啊，他在这里也修养过，就是不知道真假呀。反正总体看来，这一块的历史应该还是挺久远的。在这个洞口还有2块巨大的石头，挺有意思的。其中左边这一块很有可能是当时准备弄一块碑，磨平了，后面不知道怎么又废弃没弄了。我在想，以前在这一块修行的那些道长，是不是会坐在这个石头上进行打坐、进行修行？因为我们看一些纪录片或一些资料可以看到啊，很多那些道长啊，他们喜欢在户外进行修行、进行打坐。特别是你看武当山的一些纪录片，在那个山顶或者山峰上有那些道长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山顶那些师傅会去，然后刚好在这个洞门口有这样2块巨大的石头，估计师傅也会啊。特别是坐在这里修行打坐，可以听一听那些鸟叫的声音，以及呢这个风吹过来的那个声音，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啊。特别是冬天或者是春天，那个太阳刚好呢就是直射。太阳的方向在那一块，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在这里思考，在这里修行。紫云洞看完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据说这个地方在当时不光是有紫云洞道观，在上面呢还有个尼姑庵，就等于是道士尼姑都在这个范围内修行，因为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吧。哎，这一块看到一个石头，大家看一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必须驼碑的那个碧玺啊，应该当时是没有雕刻完成。如果雕刻完成的话，它有一个槽可以放在刚才那个碑的，这可能是当时就在这里雕的。哇，这边还有房子。这里以前应该是摆放那些塑像的，但是已经损毁了，看不出来摆放的是什么。反正下面那个看起来应该是山海。我们刚才就是从下面走上来的，在这个上面能看到那个道路。我本来还想去山顶探寻一下，结果通过航拍一看，山顶上什么也没有。
我就没有爬上去了。这个紫云洞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，尽管说它确切的建造年代没有，但是我估摸着肯定是有1000年的，包括那个星图估计呢也有1000年的历史，我们就当做是1000年的吧。那这一个紫云洞呢，也可以说是人文底蕴的古洞，它不张扬不刻意，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诉说着1000年的故事。这个地方不大，我在这里待了差不多2-3个小时，是一个能让人静下心来的地方，也是拥抱自然的好去处。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